现在的世界局势啊，只能用魔幻两个字来形容。前脚董王特朗普刚刚宣布美伊停火，后脚呢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真的带着访问团飞到了大陆。这可是10年来的第一遭啊！我们这边派的是宋涛接机，然后去了中山陵参拜，甚至啊，郑丽文在中山先生像前还哽咽演讲了。这戏码这张力，简直把两岸破冰的氛围啊给拉满了。就在两岸吃瓜群众还在揣摩这一滴眼泪的含金量的时候，有的人啊已经坐不住了。是谁呢？我知道他很急，但是呢他也别急。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五人，感谢你的关注点赞和评论，您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。郑丽文前脚踏上了大陆的土地，绿营后脚就开启了全功率的咆哮模式啊！陆委会主任邱垂正这2天忙的是脚不沾地，连发5条警告啊，核心意思呢就一个：郑丽文，你这是在配合中共的政治剧本，是在当统战分化工具。虽然我知道啊，陆委会这次真的急疯了，但是咱们细看邱垂正甩出的这5条警告啊，逐条拆解，那全是槽点啊。这第一条呢，就是不要配合中共的政治剧本。这个话啊，听着就新鲜啊。请问啊，在国际政治里，谁没有剧本？民进党每天雷打不动的演什么抗中保台，不也是在走阿美内卡的剧本吗？郑丽文带团过来了，是为了在剧本里加戏，还是想改剧本呢？绿营最怕的不是剧本本身啊，而是主角不再是他们了。这第2条是沦为统战分化工具。这说明啥？说明民进党眼里啊，岛内民众都是没脑子的，只要一交流就被洗脑，一握手就被统战。这种对自己选民智商的极度不负责任才是最损的。你看吧啊，只要不符合绿营逻辑的交流，统统都被扣上了统战的帽子。这第3条呢，必须正视中共吞并野心未变。这就纯属废话了。地缘政治讲的是有实力，不是野心。漂亮国还有吞并全球市场的野心呢，也没见陆委会出来叫唤2声啊。郑丽文去谈的是如何缓解野心带来的冲突风险，结果被陆委会说成是认贼作父啊。这逻辑简直是绝了啊，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脑回路。这第4条呢，是要求当面提停止军机建绕台。这操作牛大发了啊！陆委会自己关起门来不沟通，却要求一个在野党主席去替他传话下命令。你让一个搞交流的去谈军事对峙的终结，这不就是让业务员去干 CEO 的活吗？谈成了功劳是政府的，谈不成了锅是你郑丽文的。这算盘珠子都要崩在我脸上了。这最后1条，政党交流不能取代政府沟通。这个话呀，其实就暴露了民进党的集体焦虑啊。他们也知道啊，政府间已经彻底断流了。看着国民党在那儿又是拜灵又是座谈呢，急得跳脚了。这就好比一个长期停工的工地，老板不发工资，还不让工人去隔壁讨口饭吃，简直啊就是不要脸啊！就连平时自愈稳健的赖清德啊，也被逼得打破了沉默啊，赶紧喊话，愿在对等尊严下进行交流。这就是典型的防御性嘴硬啊！为什么民进党这次反应这么大？理由就很简单，郑丽文打着是和平桥梁的旗号。如果大家都发现原来沟通啊真的能换来和平，那谁还去买漂亮国那些贵的离谱还没交货的2手武器啊？这不是怕统战啊，这是怕失业啊！如今呢，赖清德评论区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了。陆委会说郑丽文遮遮掩掩提中华民国，是在呼应东大的历史叙事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在中山陵提孙中山，提民国纪年，不提这些，难道要提美利坚建国史吗？这种逻辑啊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就是这里不太好用。咱们再聊聊那个让郭正亮直呼经典的演讲。郑丽文在中山陵前祭文中用了民国纪年，
提到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更要命的是啊，他还在演讲中罕见的连续批评了小日子11次，提到了甲午战争的伤口，提到了抗战的艰辛。这波操作啊，简直是情感和争议的双杀。对于东大来说，抗战和反殖民是绝对的政治正确。对于岛内的蓝营来说，中华民国的法统是最后的遮羞布。郑丽文把这两者揉在一起，放在孙中山先生面前讲，就是让民进党非常的尴尬。邱垂正他们现在的批斗重点是，你郑丽文讲这些，东大的媒体又不会报道，你这就是回台湾向国人交差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不管东大报不报，岛内的讨论热度已经爆表了。这说明啥呀？说明大家心里都门儿清，现在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改变的临界点了。郑丽文在那哽咽，是真情流露还是演技爆发，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敢在那个场合把中华民国4个字和孙中山绑在一起，带回大众的视野。这种对历史叙事权的争夺，只会让复读两国论的绿营显得战术贫乏。这呢，就是地缘政治的玄学了。当硬实力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谁能掌握大意的解释权，谁就能在舆论场上多活一集。现在呢，大家的目光都盯着重头戏，也就是政协会。国民党内部传出的风声是啊，这次会面可能带来超乎期待的实质善意。咱们刚开始聊完了陆委会啊，再把视野拉高一点，看看那个在华盛顿撒钱的懂王特朗普。很多人觉得啊，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和郑丽文访陆是两码事，其实这逻辑是一通百通的。董王这个人呢，看透本质其实就是个商人，他的停火逻辑很简单，能用钱解决就别用枪，能让别人掏钱我就不出人。在董王的逻辑里呢，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明码标价的废纸。他叫停美伊冲突，是因为他发现了继续烧钱已经不符合美国优先了。这个时候，全世界的火药桶都在降温，因为大家都在防着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交易大师。这说明啊，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实用主义套现期。两岸局势在这个背景下就显得很有趣了。民进党这些年一直把宝压在漂亮国的民主契约上，觉得呢，我民进党只要听话呀，大哥就会管我。结果呢？结果是董王一回来，第一件事可能就是问啊，台湾你的保护费交够了没有啊？台积电工厂搬好了没有啊？郑丽文这次来大陆，其实就是在抓这个空窗期。当艾美利卡开始收缩战线，专注内政和收钱的时候，两岸如果还是硬碰硬，那台湾真的就变成那个被摆在盘子里待价而沽的菜了。这里的异同点非常扎心啊！董王的停火是为了省钱，而两岸的缓和是为了续命。相同点是，大家都不想在现代的节点上大打出手。中国需要的是稳定的外部环境搞经济，岛内选民也麻了，不想每天就着防空演习吃午餐啊。看完了大趋势，咱们再聊一下政协会可能会有的3个信号。这第一呢，是农产品和旅游业的解冻。虽然这是老套路啊，但是对于岛内基层选民非常有效。如果郑丽文真的带回了订单，那对未来的选举可是大大的有利啊。第二呢，是军事压力的边际递减。如果这次会面之后，东大的演训频率真的有所调整，那功劳算谁的？民进党肯定说是自己坚定立场的结果，但老百姓眼睛可不瞎。第三，对于9·2共识的重新定义或者加固，这是定海神针，也是民进党的眼中钉啊。郑丽文重申9·2共识，就是在打赖清德台独金孙的脸。这个时候我知道啊，赖清德越来越急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如果两岸自己能谈出一个名堂，华盛顿现在的反应大概率是啊，只要不影响我收保护费，你们随便啊。这种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啊，就让赖清德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。本次访问，郑丽文还安排了台商座谈。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那几句客套话，对于台商，尤其是那些有深度产业链布局的企业来说，
两岸关系的缓和直接关系到财报的颜色。港股和 A 股最近的情绪联动很有意思啊，尤其那些和两岸经贸相关的板块都在盯着北京的消息。如果两岸局势降温，资金避险的需求会不会就减少了呢？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会不会更稳呢？这种宏观经济的底层传导可比民进党的口水仗要有意义的多。民进党警告说沦为并吞工具，但现实是资本没有国界，资本只有嗅觉。当和平确定性增加，投资者的手呢就会变得非常诚实了。管碧玲说这是笼中训兔，但如果这只兔子能带回真金白银，那笼子外的鹰只能带回昂贵的过期弹药了。岛内选民最后会选谁呢？这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了。视频最后呢，咱们留个悬念啊，郑丽文返台之后，赖清德有没有胆量跟他坐下来谈谈呢？如果赖清德拒绝，那就坐实了他为了私利置和平于不顾的骂名。如果谈了，那就是民进党被迫承认国民党的破冰成果了。反正横竖啊，民进党的脸都是被打得啪啪作响啊。两岸这局棋，郑丽文算是走出了一步险棋，也是走了一步活棋。和平这种种子能不能落地，不看郑丽文流了多少泪啊，得看北京给多少礼，得看台北那帮人到底有没有胆量走出这个自欺欺人的信息茧房。我知道你想问啊，这事儿最后到底会怎么样？那你就看吧，未来几天的舆论场啊，绝对比好莱坞大片还刺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关于郑丽文这次访陆，你觉得他真的是和平使者，还是像绿营说的那样统战工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辛辣点评，咱们评论区见啊！我是五人，感谢你的关注、点赞和评论，你的每个动作都是对我创作的最大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